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赖赖居包工头艾玛。这一次的设计呢，2个屋主都是医生，那他们在杭州呢买下了一个3室1厅的2手房，但是呢这个2手房又有点土气，布局呢又不合理。他们在网上呢看到了中古风的设计风格，一眼就爱上了，但是又怕自己呢搭配不好看，所以呢就拜托我们帮他设计改造新家啦。虽然呢房子还没有完全装好，但是这一次我来杭州出差，顺便带大家来偷偷看一眼。屋主小弟非常欢迎大家来他的家云做客，但是呢他今天要上班，所以不能跟大家打招呼啦，我们先自己上去看一下喽。通常呢，没有软装好的房子呢，我们都叫它工地，肯定很弯，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要嫌弃哦。这一些都应该都是定制柜清出来的。因为呢，桌面的款式呢，小弟还没有确定嘛，所以呢，定制柜安装呢还差一些桌面啊、门板什么的。软装家具呢，大部分已经装好了，还差一些装饰品。但是大家要留意哦，通常呢一定要定制柜安装好了才可以家具进场的，因为呢安装定制柜的时候灰尘还是蛮大的。但是呢，小弟因为租期到期，所以呢比较着急入住，那家具呢就提前入场了。我们进来啦！哇哦！原本开发商交楼的时候，这个房子是一个2室1厅1卫的格局。上一任的业主呢，因为个人的需要，将它改成了3房1厅。他的做法就是将主卧1排1柜隔出了2间房，同时呢改小了卫生间，把一半的位置给到了多出来的次卧。如果家里住很多人，必须要隔出3个房间，这个规划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这个对小弟这小2口来说呢，是完全不合适了，因为主卧床区呢非常的逼迫压抑，次卧呢又不规则，不好用，还有就是之前的户型设计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陷，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房间门呢都挤在客厅这一面墙上，一走进客厅呢就好像在玩密室探险一样。除了不好看以外呢，还有一个直接的问题，就是导致了电视背景墙非常短，看电视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很多门，会有很多干扰，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次改造的重点。后面呢会展开跟大家说我们是怎么改的。原来房子的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原屋主审美极度大胆，客厅明艳的孔雀绿沙发背景墙搭配巨幅长颈鹿头窗帘，让人仿佛置身于热闹的非洲大草原。主卧俗粉色床头背景墙一下子将人吸入浩瀚的宇宙世界，极度迷幻。这次我们的设计要完全颠覆这种大胆的艺术行为。我们整个空间呢是以 Earth Tone， 也就是大地色系为主基调的，墙面全部刷白，地板铺上温馨的强化木地板，暖调小窝的感觉就出来啦。我们最近设计的小户型呢，都是2房1厅、3房1厅这样的，他们都没有单独的餐厅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只能从客厅偷空间了。其实上一手业主呢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他们的餐桌呢也是放在这边的位置，但是一个常规的6人餐桌加上椅子的位置呢，就延伸到了整个客厅的中间，所以他们看电视呢是坐在这边的，斜着看的，这得有多累呢？所以我们为屋主平时2人世界呢设计的是这一个小餐桌，然后嵌入到定制的餐边柜里面，为客厅呢争取了更宽敞的一个空间。但是他们偶尔会有家人朋友来聚餐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可能聪明的朋友们呢已经看到了，这个桌子是一个伸缩桌子来的。那么针对整个房子的布局，我们重新做的规划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小弟需要一个衣帽间，我们将这个功能安排到主卧相邻的次卧了，然后将原来面向客厅的次卧门封掉，这样呢，同时延长了客厅这边的电视背景墙了，让客厅看起来更加的清爽。
怎么样？现在少了一个门，是不是舒服很多？然后呢，我们拆掉主卧和次卧原本隔断的柜子，打了一组新的 L 型转角柜，重新做隔断。那位置呢，我们向衣帽间内推了55公分，就拓展了主卧床区的宽度了。变大后的卧室就可以放下屋主心心念念的1.8米双人床了，要有小爱大叔那种感觉啊！变大后，大不大？我不敢动。变大后的。那主卧通向衣帽间这一个门呢，我们就让木工在现场打成一个隐形门的样子。隐形门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没有门框，门板上面也没有复杂的造型，它就完全融入到整一个墙面里面，除了这一个框框，因为这个框框没办法啊。这样呢，就让空间看起来简洁通透，显得更大。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2位医生他们上下班时间呢是错开的，所以常常是一个人白天，另外一个人是黑夜。他们就非常想要各自都有一个床头柜，因为这样子呢，一个人在手机充电啊，还有放一些杂物啊，就不会打扰到另外一个人了。但是他们的卧室也不大嘛，已经放了一个1.8米的床，就很难再另外再放一个床头柜了哦。其实这一面墙就是后面那个转角衣柜嘛，那这个转角衣柜的转角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很不好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做成往卧室这一边开放的一个方向。那下面呢，就做成开放格，可以充当一个床头柜的一个作用。下面还安排了插座，可以插手机。那上面呢，是一个封闭空间，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物品，是不是很赞呢？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屋主呢很喜欢读书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一边给他打造了一个读书快乐角。那这一边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小型书柜，里面放书，然后呢，外面还可以放一下杂志。这一边看书多舒服！哇，这个椅子也好舒服哦，还可以这样坐。我看一下，哎，我穿裙子是不是不是很好？这样子，就感叹朕的江山。我的腿是不是很丑？现在。这次我发现我爱上了这一个窗帘，日夜蜂巢帘，电动的。虽然全遮的模式呢有缝隙呀，但是呢遮光的能力还是算很好的。日间柔光的时候呢，真的是爱死了。在窗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仙女，拍啥好看，吃嘛香。这一边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了。那衣帽间旁边呢，还有一个小弟专属的梳妆区，梳妆区也超级可爱的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衣帽间的格局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之前屋主呢从卫生间里面偷出来那个空间呢，形成了一个很狭小、很奇怪的一个空间。那这个空间怎么用好呢？小弟偷偷告诉我，男屋主是一个洞穴星人。男屋主还说，他之后想要一个电竞桌，灵机一现，这不就是一个超棒的独立电竞室吗？电竞室吗？灵机一现，这不就是一个超棒的独立电竞室吗？一个可升降桌，一把舒适的电竞椅，配上暗黑风墙面，一整套发烧级设备，想想也兴奋。离卧室还隔了个衣帽间，不会打扰到正在休息的女屋主，真小天地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电竞房还没有布置？其实是因为男屋主不让我们设计，他想要自己亲自去布置这一个小天地。男生的小确幸，咱们不打扰。烦人的贴纸，到处都有的装修灰尘混合物，超脏的玻璃，被糟蹋过的水槽，四处可见的黑手印和笔字。新家开荒，你最应该拥有的好物是什么呢？小柚子，你值得拥有！现在赶紧在天猫搜索怦然心动纪念吧。这个次卧兼顾的功能呢还是很多的。首先，我们给爱书的屋主呢设计了一个足足2米长的大书柜，还没安装完，大家先看看设计图。另外，给偶尔过来住的长辈呢设计了一个上翻床。
柜门安装完以后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大家先脑补一下。同时这个房间需要满足洗衣烘干的需求，但是呢洗衣机和睡眠区书房的氛围呢都格格不入，所以呢在洗衣机柜这一边呢，我们设计了柜门，平时不使用的时候可以关上柜门，书房的氛围就更完整啦。房子小区的绿化做得很好，真的是超级舒服，但是内部的墙面就需要吐槽一下了，因为好多的墙面都是不直的，导致呢做柜子的难度非常的大。师傅呢已经尽力切板子安装上，但是弧形的位置还是会留出一点缝隙。另外定制的柜门呢也是尺寸差了一点，所以关不上，所以需要工厂重新做，然后才能安装。所以大家做硬装验收墙面的时候，一定要用长烤尺检查平整度呀。这边的家电和物品都还没有进场，下个月东西到了，我们给大家拍一集家务间的规划视频，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哦。这次的设计分享就到这里，记得关注伊西拉意思生活哦，记得给我们点赞收藏哦，谢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大家别走，希姐要宣布一件大事。从提出要做一款属于我们自己的清洁剂产品，到今天已经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。说一下产品设计之初的想法吧。因为在装修改造的过程中，实在经历了太多不可描述的脏污环境，也听到了太多来自粉丝对于污渍清理方法的咨询。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款多功能、多场景、多用途的清洁产品。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不是什么清洁达人，平常工作或者带孩子已经够忙了，想要拥有一个整洁的家，能不能让人省心一点呢？真的很想在清洁的时间里做个小懒人，更多的将时间放在我们热爱的事情上。那么能减少我们思考，清洁效果绝佳，并且能解决大部分污渍问题的产品，就是最好的产品定义。为了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和定义产品，我们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相关的清洁剂通通都买了回来。那个数量可就真是比我想的多太多。我们亲身体验了他们在不同污渍上的表现。整个团队呢一起体验每一瓶的香味，还有喷头的使用感受等等等等。这个就是 AD 钙奶。之前都是配饰。这些使用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息，毕竟用的多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。哇，这个更夸张。我觉得究竟是它是一个笑话，还是用它的我自己是一个笑话？当然，专业的事情呢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我们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，其中不乏在日化领域有几10年工作经验的配方师。我们还邀请了多位体验官给予我们反馈，不断的优化产品配方。最终呢，我们研发的产品可以用在瓷砖、不锈钢、桌面、玻璃、镜子等绝大多数的家具表面，可以去除重度油污，处理轻微水垢，去除胶印和马克笔字，对付衣服上不小心沾到的火锅油、粉底液，甚至是让人头痛的小白鞋。在整个品研发到生产的过程中，其实有很多需要做出选择，或者说令人纠结的点。比如喷头的选择，相对好看的、简洁的设计都不好用，好用的多功能的颜值又差了一些，挑选好久，最后决定落脚功能，舍弃颜值。掘地3尺找到现在这家专做出口生意的外贸大厂，排了4个月的队，终于拿到第一批大货。虽然功能很强大，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还不够满意，期待以后产量增加，以我们的标准能够重新开模，生产出让我们自己也满意的产品。春节假期后，我们进入最终的生产，结果所有的化工原料以疯狂的价格上涨，甚至都不只是翻一番的涨幅，很多进口原料还涉及到断货的问题，要不要更换原料，用哪个渠道的料，去哪里找原料，每天我们都在跟工厂疯狂的讨论和沟通。最终我们支付了比原计划高出40%的成本，同时呢做出维持原定售价不涨价的决定。
这大概就是所谓产品人的完美主义情怀吧。很多选择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或者好坏，最后还是交给市场来反馈吧。在产品整个研发到上市的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很多热心粉丝的帮助。短短1个星期的时间，微博就有了将近2000的粉丝，这在没有上市的产品品牌中也属罕见了。终于要正式和大家见面，有些紧张，更多的是期待。就算是懒人，也可以拥有怦然心动的家呀！